天苏家谋逆，杀无赦。他的周围则是那些曾经保护他的苏家军，他们今日拼死，不过是想要把他从祭坛上带走。可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一个个的死在自己的眼前。表哥，救救！安莫白，你不得好死！把孩子还给我！一代皇后，却宛如畜生一样当街生子。君若生，这种滋味如何？云清然，你已经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一切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安莫白我可以给你，皇后之位我也可以给你，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你把孩子给我。皇上本来就是我的，皇后之位也本就是我的。如果莫白不是为了苏家军的支持，你以为他会娶你这么丑的女人吗？至于你的野种，也是要死。安莫白不过是利用他和舅舅的势力，趁着他和舅舅在战场厮杀的时候，就已经和云清然暗度陈仓。只可惜他还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他是真心一片，为他筹谋一切，最终却落得被背叛的下场。如今更是狠心的给苏家安上谋逆的罪名，屠杀殆尽。把孩子给我。云若生，孩子我就放在这里，我就是要让你看得到，却碰不到。我要你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的死在你面前。云清然，我的孩子！云若生，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我抢，否则我也不会脏了手划伤你的脸。是你毁了我的容貌。是，那还不是因为你勾引了安君灵？没想到你都已经被我毁了容，安君灵竟然还只是一心爱你，所以你早就该死。如果不是你，安君灵也不会死。安君灵，他喜欢他？不可能。若是安君灵喜欢他，怎么会派人刺杀自己，又怎么会射死自己的亲弟弟？他和他本就是不共戴天啊。他想到了当年他所说的话，我安君灵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你，你是我拼死也要护你周全的人，我怎么会害你？那一夜我给你下药，把你丢在街角，本以为可以彻底毁了你，却不想他居然救了你。也是那一夜我知道他绝对不会给我机会，我只能靠着安莫白了。什么？那一夜不是安莫白吗？他一直以为那天晚上和自己有夫妻之实的人是安莫白啊。你脸上的疤痕，安莫白看到都恶心，怎么会救你？安君灵，孩子居然是安君灵的。如果孩子不是安君灵的，你以为他会为了见你和孩子中了埋伏死在城门吗？安君灵死了，为了他。云若生，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笑话，信错人，爱错人，活该你如今爱而不得，求而不得。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原本红润的肌肤变成了可怕的紫色。他6岁遇到安莫白，16岁那年，安莫白为了他舍苦取药，为了他可以付出性命。云若生心之所系，为安莫白谋划一切，并且劝说舅舅帮助安莫白起兵拿下地位，甚至容忍安莫白迎娶云清然过门。这一切的一切，最终不过是一场笑话，笑到流泪。云若生还没死啊！来人，给我刺瞎他的双目！这样顺眼多了。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骄傲的如同凤凰一般。就算是你已经被毁了容颜，就算是你嫁给了帝王，你永远都是那么高高在上。所有人都说，正是依靠你才有了今天的，所以你必须死。哟，这就是那个贱种吧？
安莫白，你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亏得我还来成全你们一家3口。安莫白，你对我当真无心？当年你为什么为我受苦取药？若不是当年的芳心错付，也不会造成今天的结局。所以他想要知道答案。你想多了，这个谣言是我派人传出去的，毒也是我下的，解药就在我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龙王胆汁，我就是为了让安君灵去蛇窟。如果当年他死在蛇窟里，那就不会让朕费这么多的功夫，还要和你这个丑女结婚。不过当初骗他去蛇窟取药，把他变成了病秧子，这也是一件好事，不然今日也无人可以将他拿下。原来当年蛇窟取药的人也是安君灵，这么多年安君灵体弱多病，也是因为他。可笑，可笑！云清然说的倒是真的，他就是信错人，爱错人，所以终其一生不得所爱，不得所求，含恨而终。仇后逆天，祭坛火星，以正天宫。早知今日6岁那年，我就不该把你从湖水中救上来。你说什么？当年救朕的不是清然吗？你说话，你说话呀！火光之中，他抱紧安君灵和孩子，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热，好热啊！小姐，这被子不能掀开，要捂一会儿出了汗才能行。荷香，怎么回事？荷香不是早就被安莫白给处死了吗？这不是当年表哥送的让他吉吉穿的衣服？难道袁洛生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到铜镜面前，老天有眼，居然让他回到了15岁。安莫白，云清然，我要你们的诅咒都变为现实，我要你们都不得好死！小姐，你醒了，你怎么没有穿鞋？你这病刚刚好，可不能受凉了。当年安莫白一一诛杀他身边的人，荷香临死之前还饱受屈辱，这一生他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在乎的人。小姐，你这是怎么了？身上可好些了？没什么，表少爷也是送了一件什么晦气的衣服，穿了1天就让小姐发烧了，明日的吉吉礼算是不能办了。前世袁洛生就是因为高烧，连吉吉礼都没有办成，倒是云清然的吉吉礼风光无比，引来不少世家公子求亲，云清然的生母也跟着沾光，不多久就被扶上主母之位。这一世他不会再轻易的将嫡女之位拱手相让。谁说本小姐的吉吉礼不办了啊？吉吉礼不光要办，更是要大办特办。另外我还要请一个人过来。小姐，该吃药了，放下，先吃药吧。怎么，本小姐要吃药还要受你管制了？奴才不敢。小姐，文静也是关心你的。文静，你先出去吧，药我服侍小姐喝下就是了。是。小姐，喝药吧。到了吧？小姐，你这是……文静是二娘的人，毒是她，我不能举行吉吉之礼。不，小姐，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挑拨离间？文静和我是从小就跟着你的，她不可能是二房的人啊。是，我也想象不到啊。这些你且记在心里，不要声张，也别去质问他，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是。这一夜，袁洛生彻夜难眠。既然他能够重活一次，那些背叛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清然姑娘真是出尘绝色呀！哎，本来不是说今日是2位小姐吉吉吗？怎么就只有2小姐？你别说，往日只是听闻大小姐云洛生绝色美貌，才艺过人，今日一见这2小姐，这也是国色天香之貌啊！2小姐这样的姿色，经过这次吉吉之礼，只怕是求亲的人要踏破门槛了。谁说不是呢？往日怎么就没有注意过2小姐？清然呀，早就跟你说过，只要是云洛生不在，你就是云家最风光的。多谢娘的筹谋。今日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你不答应也不反对，多拉拢几个世家公子。可是娘，你明明知道我知道你喜欢4皇子安君灵，但是4皇子素来征战沙场，不顾儿女之情，你一片痴心也没有用，倒不如利用自己的年轻貌美，给自己迎来一点地位。你这样的地位，就算是4皇子真的要娶亲了，你能排得上队？你若是能获得几个世家子弟的芳心，我在世家夫人里面的名声传开，等我成为家母，
你不就是嫡女了？到时候就算是皇室子弟，你也配得上。云清然眼睛之中瞬间闪过一抹光芒。洛生呢？老爷，这洛生生病本就不能见风，这样的场面只会加重他的病情，想必他不会来的。不过这客人都来了，时辰也差不多了，若是再不开始，这面子上恐怕挂不住啊。老爷，我知道你从来都看不上我们，所以只有清然一人就不配举办及笄之礼了吗？娘，你就别说了，在爹爹眼里，始终只有大姐和小弟，我不过是一个庶出之女，或许我真的不配举办今日的及笄之礼吧。好吧，既然洛生别说我病了。云洛生，大小姐云洛生，真是出尘绝色。洛生，你好些了吗？爹，我没事，已经好多了。洛生，你真的好多了，若是不舒服可不要逞强啊，这及笄之礼再要紧也不比你的身子要紧呐。多谢二娘关心，我身体好得很。姐姐身体好了就好，刚才我和娘还担心呢，如今姐姐身体好了，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是吗？我怎么刚才听说你们要自己举行及笄之礼？洛生，你听错了，我们只是着急关心你的身体。我们是想着姐姐你身体不好，我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和姐姐同年，我是根本没有资格举办这么隆重的及笄之礼的。若是姐姐不来，我自然不敢独自举办。哦，是吗？这两人心头针扎一样的疼，总是觉得今日的云洛生总归有些不同。好了，马上就到时辰了，你们都分别准备一下。娘，这可怎么办？你不是说你派人下药了吗？这个文静明明说他都是按时服药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文静不会被识破了吧？不可能的，如果被他发现，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那倒是，不过娘，那今天的计划不就被毁了吗？所有的风光都被那贱人抢去了。安静些，你放心，虽然云洛生出现了，不过他毕竟是和二皇子安慕白有婚约的，所以这些世家子弟应该不会造次，到时候你还是有机会拉拢他们的，一切按照计划行事，还不快去？爹，姐姐，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簪子。爹，如今你就年满15了，看到你呀，就想到你娘嫁给我的时候，你如今是越发想念念了。你如今已是及笄之年，当初定下的婚事怕是也要提上日程了。你在爹身边怕是也没有几年的光景了。爹，我晚发之礼成，众人声声道喜。爹，清然和洛生也是同年，也是该找个好人家了。是啊，只是这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还需要诸位帮帮忙，牵牵线才是啊。只要是好人家，我们自然是不反对的。我自己生的女儿自己了解，绝对不会嫌贫爱富，只求真心之人。袁洛生冷笑，前世他就是靠着这样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地位，还营造了自己的口碑。现如今休想。是啊，妹妹如今也到了婚嫁的年龄，要我说，不如趁着今日把婚约定下来吧。什么？不是二娘说的吗？想要给妹妹寻一个人家啊？说是这样说，但是也不急在一时。那就是我误会了，我还以为妹妹是真心想要寻觅如夜郎君呢。众人的脸色也变了变。我也是不舍得清然，所以还是再等等。是啊，二娘还是舍不得妹妹，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嘛。怎么会？你和清然我都是一样对待的，你们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要说有什么差别，我也只能待你更好一些。毕竟你年幼丧母，再加上本来就是长女呢。是嫡女。是。这句话就像是狠狠一巴掌打在刘氏脸上一样。虽然苏念念去世这么多年，但是云虎义却从来没有承认她就是当家主母，所以如今在府里地位最高的还是袁洛生。二皇子到，四皇子到。四皇子，安君灵也来了。这是重生之后袁洛生第一次见到安君灵，是他。前世的记忆让袁洛生的心头一阵抽痛，他似乎感受到了袁洛生的目光。安君灵看过来，两个人的眸光碰到一起，袁洛生眼中千秋万壑，欲言又止。前世因为他
万劫不复，此生请多珍重。安墨白的眸光划过众人，在云羌然身上一停，四目相视之间带着几分怜爱。云洛生真是可笑，自己当年居然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只是云洛生本就只是邀请了安墨白，却没想到安君灵也会来，似乎是察觉到了云洛生的眼神。安墨白看过来，洛生，二皇子，你我之间已有婚约，何必这么客套，叫我墨白就好。二皇子说笑了，这婚约本就是当年父母之间的玩笑之言，若是我还当真了，那就显得我有些不懂事了。洛生，你这是什么话？听你这意思是不承认当年的婚约了？陆生，这婚事本就是当年我娘和皇后娘娘之间的一句玩笑，本就是当不得真的。爹爹，我今日及笄，所以特意请来了二皇子，就是为了跟二皇子说清楚，以免以后再有什么误会。误会？云洛生，你请我来就是为了退婚？云洛生有些好笑，这安墨白其实是巴不得和自己退婚吧，有机会能和云羌然一起，只是他突然退婚，把他吓懵了，怕是没有机会拉拢到苏家军，又有些舍不得。这件事确实是你母亲和皇后娘娘之间许诺的，你若是有自己的想法，也要亲自到皇后娘娘面前说清楚。是，爹爹。洛生，一如你所言，你我的婚约不是皇上指定，但那也是母后和云夫人之间的约定，而且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心不改的。你若是真心喜欢屋后，凉亭处等我，我有话对你说。欣然，你不是前段时间学了霓裳舞？哎，这府里的琴师今日告病了，这事儿我倒是忘了。对了，不如洛生你来给沁然伴奏吧。哼，怎么了，洛生？你不愿意呀？怎么会？只是怕抢了妹妹的风头。姐姐说笑了，说是能和姐姐同台，琴舞相和，也不负今日你我共同及笄之好。云洛生不通音律，不过这个刘氏只怕是怎么都没有算到，当年云洛生被关冷宫，急于自杀之时，却有人在宫外抚琴，云洛生也跟着学了起来，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默默坚持到了最后。娘，他不是不会抚琴吗？怎么敢上台？没关系，他也就是虚张声势。要什么舞曲？姐姐随意就是，我这舞姿不挑曲目，不能难为姐姐。说到底就是他迁就云洛生了，云洛生也不必，只是轻轻的牵动嘴角，素手轻轻的抚琴，低头捻动琴弦，琴声猝然响起，宛若摔破的瓷器而破碎到心经。人群之中，安君灵的眸光猝然一亮，看向云洛生，情绪复杂。你跳啊！云羌然这才恍然惊醒一般，自己居然被云洛生的琴声给惊艳到了，居然没有跟上节奏。快呀！云羌然连忙跟上节奏，慌忙地跳了起来。阿墨白心系云羌然，但是今天的云洛生却是让他有些刮目相看，惊艳了他的心。他心里喜欢云羌然，却又难免有些为云洛生心动。大小姐的琴声真是非同一般啊！她小小年纪能弹出这样的欢快不足为意，但是却能掌握这样娴熟的琴技，却非同凡响。你看云洛生不施粉黛，又一袭白衣，简直就像仙女下凡一般。云家的女儿真是让人羡慕啊！云羌然看向安君灵，但是却没有想到安君灵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身后的云洛生。云羌然深呼一口气，跳舞更加卖力，故意挡住云洛生，扭动起来。他手中的飞舞的飘带故意甩出去，眼看就要甩到云洛生的脸上。云洛生不着痕迹地抬手挡过，轻眸冷笑，果然是不安分，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几声急促的琴声之后，琴声猝然变得哀怨起来，因为琴声急转直下，云羌然一个着急没有跟上，摔倒在台上。小姐，你没事吧？掌声经久不息，一片掌声之中，云洛生施施然站好。姐姐，你是对妹妹有什么意见吗？你觉得呢？我想姐姐也是无心的。云羌然还有些不解地看向云洛生，他确实不太一样了，而且云洛生是不会弹琴的，如今怎么却变成了一个高手？云姑娘啊！四皇子，云姑娘琴声悠扬，曲调不同寻常，不知琴谱能不能给本皇子看看？这曲调是故人所弹，并没有谱子。故人？不知道这位故人是谁？四弟，你故人已逝，不提也罢。安君灵看向云洛生，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四皇子是习武之人，却也喜欢音律。安君灵微微点头，却不再说话。荷香点头，就见他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就走了。站住！二小姐，刚才云洛生跟你说了什么？没什么。不说是不是？不要了，我说，小姐说让我先回去，她一会儿去凉亭找人，不用等她了。等人？难道他要等的人是安君灵？他不会让他得逞的，就急急忙忙地朝着凉亭处走去。云洛生在不远处看着，很好，他的复仇就从今夜开始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可都准备好了？是，小姐。没事了，也回去陪着文静。文静毕竟还是二房的人，若是关键时刻坏了事，他这门亲事可就难退了。是你？云洛生吓了一跳，猝然回头撞入一个胸膛。安君灵，四皇子。方才看着像你，没有吓到你吧？云家走廊反锁，四皇子还是赶快回去，不要迷了路。现如今他的计划已经环环相扣，就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如果被安君灵给破坏了，之前的一切铺垫就白费了。云洛生，他唇齿之间似乎在呢喃着他的名字。云洛生的心间像是被轻轻扎了一下一样。假山空隙本就狭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太过于亲密，以至于云洛生都能闻到他鼻息之间淡淡的茶香混合一点冰气的冷情味。静谧的空间之中似乎只有心跳的声音，但是他已经分不清是他的心跳还是自己的心跳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很想问他，前世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为自己付出这么多。他很想问他，为了自己万劫不复，他后悔吗？本皇子有件事要问你。安君灵正要开口，却忽然被打断了，紧接着就是急促的脚步声。好戏开始了。云洛生慌张地推开了安君灵，从假山后跑了出去。这是怎么回事？二皇子不是和大小姐有婚约吗？二皇子，我才说要解除婚约，你如今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和我妹妹偷偷约会了吗？这不是的，洛生。姐姐，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二皇子，就算是你和小女解除婚约，也应该禀告皇后娘娘才是。如今未经过父母之许，你们就……老爷别气，你也要听二皇子和清然解释才是。好啊，那我就洗耳恭听了。方才是有蛇出现，所以……哦，有蛇？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凉亭里会有蛇？洛生，你相信我。洛生，你相信我。他选择相信他，可是等待他的就是纳妃失宠。现如今他却和当年一样，让他相信他。云洛生一顺不顺地看着安墨白，给了他和前世一模一样的答案。好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有蛇他才会抱住你。可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会同时出现在这里吗？这不是你约我来的吗？洛生，是你？爹，我不记得。洛生，明明是你约我来的。我真的不记得约你来过。妹妹呢？也是我约来的。不是。那是为什么？沉默，尴尬的沉默。众人心中已经有了定案，一看便猜到两个人怕是暗生情愫，情难自禁。安墨白微微攥紧手，若是方才他还有一丝回转的余地，现如今他却已经是全然明白了过来。云洛生是要落井下石了。二皇子，清然，我们去书房吧。啊，这些小辈的事情也不劳大家烦心了。今天的宴会大家都喝了不少，府里已经备好了马车，这就送各位回去。众人散去，云洛生也松了一口气，婚约的事情总算是解决了。云洛生装作手绢掉下来，默默地捡起一根棍子，才刚刚挥起手，手腕就被抓住，瞬间被压在墙上。一只干燥的大手捂住他的嘴巴，是他，安君灵。安君灵见到他安静了下来，也轻轻地松开手。四皇子，已经很晚了，四皇子是有什么事情吗？你这曲子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一个故人。什么故人？可是和皇宫有关？他怎么知道？当年教给他曲子的人，在冷宫之外，他根本没有见过。难道四皇子认识的人？他低头靠近，眸光之中的执着太过于火热，让云洛生就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一样，隐约感觉到不安，心跳越来越快，甚至可以听到他慢慢加速的声音。他难道知道些什么？小姐，小姐！四皇子，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安君明上前走了一步，终究是停了下来。小姐，何香，快走。小姐，刚才你是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扭了一下脚罢了。你先去休息吧。第二日，小姐，昨天晚上二小姐和二皇子的事情都被传开了，还说他们才是天造地设，本就是芳心暗许，而你从中作梗不成，说你是被抛弃的人，是弃妇。小姐，你一点都不生气吗？不生气，这件事就是他做的，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小姐，他们编排二小姐和二皇子就算了，分明是偷情，却说的这么好听，说你是弃妇，你也能忍？这些你就别管了。哎，文静，我早上怎么没有看到你？你去哪里了？是啊，文静，你去了哪里？我只是去准备早饭了。你最近对小姐的饮食倒是格外关注，小姐最近总是身体不适，家主要大家去祠堂去。小姐，你还没有吃饭呢，回来再吃吧。你吃一点再去吧，你这身体刚刚好，若是不好好吃饭，我怕你扛不住。袁洛生没有说话，冷漠的离去。大小姐到了。洛生，不知道爹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爹爹说的是什么。唉，你看看这是什么？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书上写的名字虽然对不上，但是分明就是影射二皇子和我们姐妹二人啊！你看，这书上所说什么陈公子宴会之后和二小姐私相授受，月下共浴被众人撞见，不就是……难道你是真的不知道？女儿毫不知情。昨日分明就是你故意引我们过去的，这件事我和二皇子都已经跟爹说清楚了，你就承认吧。承认？我本就没有打算承认婚约，所以你们情难自禁，我是不会怪你们的。但是这件事本就和我无关，你们为何还要把我牵扯进去？你叫姐姐。姐姐，好，你不承认昨天是你约了二皇子，那你就算是故意想要和这件事情撇清关系，今天的事情也不能不知道吧？哦，这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吗？怎么都传到外面去了不成？还这样说女儿，说女儿是弃妇，是女儿不孝，让袁家蒙羞了。不是你给我们云家蒙羞了，是他们。女儿家的名节是多么重要，更别说二皇子和你姐姐婚约还没有解除，现如今京都都在传言你姐姐是弃妇啊！老爷，这件事不管起源因为什么，都是我们云家自己的事情啊，就算是再怎么不高兴，也不该传出去呀。我们亲然呐，名节都没有了。二娘是怀疑我了，毕竟这件事是从云家传出去的，谁都可能，谁都有可能，为什么不能是你们呢？洛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们？够了！亲然呐，都是娘不好，你一个女孩子的名节都被毁成这样了，还要被怀疑呀！娘，你别说了，虽然姐姐不相信我，但是我还是相信姐姐的。就算这件事情真的是姐姐做的，我也不会怨恨姐姐的。爹，这件事关乎到云家的声誉，我不会损害云家的声誉的。你不会损害云家，我们就会了吗？二娘是认定这件事是我做的了。那倒也不是，只是你本就想要退婚，这件事不是正合了你的意思吗？按照这样说，二娘本就打算让清然入宫，这件事不也是合了二娘的意思？何况这上面写的条条件件都是说妹妹和二皇子两情相悦，反倒是我从中作梗，我变成了怨妇。若是真的是我传出去的，我会这样说吗？如果是我就会说他们两个人不知廉耻，私相授受，一对狗男女狼狈为奸，必遭天谴。陆生，可是这话本上是这样说的吗？说的全部都是我是怨妇，我早就该被抛弃，你们却怀疑是我传出去的。姐姐，娘不过是怀疑你，有没有说真的是你做的？没有证据的怀疑就是诬陷。姐姐何必这样说？难不成按照姐姐的意思，这事情是我们做出来，又诬陷到你身上了？难道我和娘在你心中是这样的人吗？我知道自己势单力薄，说不过你们。说是爹爹当真怀疑洛生，就用家法惩罚洛生吧，以退为进。洛生，爹怎么会怀疑你呢？
你之前就想要让清然也加入皇室，现在这件事发生了，大街小巷传的都是，岂不是从了你的愿？老爷，你的意思是指我们传出去的了？我就算是希望清然好，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坏了清然的名节呀。爹，您这样说我和娘亲，相信姐姐怀疑我们，那女儿只能以死谢罪了。寻死？做戏吧！云清然冲过去，故意对着袁洛生重重的撞在一旁的石柱之上。小姐，我没事。洛生，小姐，你没事吧？这好端端的被撞到石柱上，你这身体大病初愈，哪能承受啊？我没事。袁清然本来想着，若是自己对着袁洛生撞过去，他要是躲过去了，袁虎一看着就要觉得他们之间不和，会对袁洛生有些不高兴，对他的皮肉之苦也能有些心疼。若是袁洛生拦住自己，反正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清白，还不用吃皮肉之苦，不管怎么说都是赚的。现在好了，袁洛生果然不躲开，却也不拦着，而是被自己给撞出去了，倒是更加让云虎一心疼了，更是占了上风。你们两个人还怀疑洛生？如果是洛生做的，他会抹黑自己吗？会让自己和云家成为别人的笑柄吗？老爷，不要说了，你和清然禁足3天不许吃饭，好好反思去。老爷，爹，小姐，你之前跟我说文静是二夫人的人，是真的吗？对了，我正要问你，你和文静是自小就认识的，可知道文静有什么苦衷没有？文静平日很少说话，自己的事情也不怎么说，要不然我去问问。不要打草惊蛇，这件事你还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好，这文静也是奇怪，说是去准备饭，这一会儿了还不回来。云洛生无奈的叹息，猜也猜到这会儿文静去哪里了。没用的东西，不是让你给他下药，不让他参加集体礼吗？不是让你暗中毁了他的容貌吗？你怎么一件都没有做成？我已经按照夫人的吩咐下药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让你做点小事都做不好。对不起，夫人。你来这里做什么？看我们笑话不成？安排你的事情做不好，现在突然到这里，不怕云乐生怀疑吗？我是听到了一些消息。那还不快说？方才我听大小姐说，这造谣的人很容易就查出来。难道小姐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虽然不知道，但是想知道也不难。若是人传出去的，一个一个找，自然能够找到源头；若是书信，也自然能够找到笔迹。还怕找不到传谣言的人吗？是啊，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行了，知道了，你快点回去，不要被怀疑了。我发现你最近也是越来越不中用，若是再这样下去，我可不保证你的事情会不会被传出去。二夫人不要，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您放心。二夫人有什么事情尽管交给我去做，我一定能完成的。求求你，不要把那件事说出去，求求你了。滚吧，有什么事情到时候再告诉你。文静行礼后出了门，赶忙回去准备饭菜。文静，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烟火呛到了而已。真的吗？你若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和小姐说，不要一个人放在心里。文静不说话，荷香更是不安，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袁洛生。这段时间你多留意文静，她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你默默记下，告诉我就是。是，小姐。对了，你明日去集市上买一些新鲜的山楂回来。啊，小姐，你不是不喜欢啊？我想起来了，三少爷要回来了，他可是最爱吃山楂的。是啊，终于可以再见到他了。前世云峥被刺杀的太早，如今他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两个人相处的时光，拼尽全力保护云峥。荷香，买的山楂呢？赶快洗一洗。荷香，我要你买的东街十字巷口的那一家桂花糕呢。荷香，我不是让后厨做的香酥鸡吗？怎么样了？小姐，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少爷就算是有10张嘴也吃不完啊。谁说本少爷吃不完的？云峥，袁洛生的身子一僵，不敢置信的回头。云峥兴奋的冲过去，一把抱住袁洛生，开心的转了起来。姐姐，想我没有？那一夜，他浑身血窟窿，鲜红满地，浸透了他的衣服，浸透了他的衣衫。就算是无数次的午夜梦回之中，他都能闻到
那种腥甜而绝望的味道。咫尺之间，恍若隔世。云洛生的手轻轻颤抖着，想要触碰他，但是又有些不敢，生怕这一切都是幻影，一切宛若自己当年的梦境一样，一碰就会碎掉。哎呀，少爷，快把小姐放下来！啊，姐姐，你怎么了？这是云峥，他的亲弟弟云峥啊！姐姐，你到底怎么了？我刚才吓到你了吗？云洛生再也忍不住了，抱住云峥，几乎用尽他全部的力气。姐姐，你没事吧？云峥，姐姐，我就是太想你了。哎呀，你才1个月不见我而已，那我过2天要是走了，你不是又要哭鼻子了？快坐下，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你一定饿了吧？先吃一点。是啊，这可都是小姐专门吩咐给你买的最新鲜的，就知道少爷嘴刁得很呢。你这丫头，姐姐，这个是送给你的。表哥真是有心了。哎，姐姐，我都没有说呢，你怎么知道是苏志哥送的？难道姐姐你是未卜先知？你大大咧咧，哪有这样的细腻心思？我猜一定是表哥送的。哼，本来还想卖个关子呢，都被你猜到了。哎呀，不过表哥对你是真的好，若不是你有那个什么破婚约，你和苏志哥才是天生一对呢。小孩子家，别胡说。哎呦，那做作的样子惹得袁洛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你在军中和边防军可有结仇，或者和四皇子之间有没有冲突？啊，没有啊。那你有没有得罪什么其他人，或者是江湖中人？云峥就是回来的第2日遇刺的，自己面容也是明日就被毁掉的。如果不赶快查明实情，自己就无法阻止这一切。真的没有，姐姐，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这几日啊，我总觉得心头不安，一个人睡觉也不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想拉个屏风，让你在我的房里住2天。好。晚上吃饭的时候，云峥和云雷自然是主角。云峥因为功劳众多，自然是深受表扬，而云雷则是被袁虎一呵斥，明显不太高兴。这云峥和苏将军的关系能和云雷一样吗？云雷去军营我本就不放心，老爷你再说，只怕是让云雷更不愿意去了。二娘这话就不对了，我和舅舅的关系，我在军中从未显露过。你是没有显露过，但是毕竟有这一层关系在，自然有你立功的机会。可是云雷不同，总是有些寄人篱下的感觉呀。难道云雷就没有立功的机会吗？二娘这意思分明就是说舅舅偏心喽。他们2人借苏家军去一同训练，本就算是格外开恩求来的机会。要是二娘怕舅舅偏心，就让云雷跟着他亲舅舅去打铁吧。云洛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云来，你叫嚣什么呀？我就知道我在这个家里是不受待见的，以后啊，云雷你也别去苏家军了，人家根本就看不起我们。好了，别吵了，一家人难得一起吃饭。几个人都不说话了，有些讪讪的。爹，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方才收到了皇后懿旨，说是枫林国先前送来的雪兰开了，邀请你和清然去宫中赴宴赏花。爹是怕这消息传到了宫中，皇后娘娘找我们是因为之前的事情。皇后的心思缜密得很，如今叫你们去，你们都要小心一些，在皇后面前说话一切都要小心。是，爹。回去的路上，云峥追问这件事，云洛生无奈，只好全都告诉了他。可是姐姐，当年你还救过他呢，说起来你们也是有缘分。苏之哥对你这么好，你都没有动摇过，你们还有婚约，你为什么要退婚呢？不喜欢啊？你以前不是不在乎这些的吗？难道你终于明白苏之哥的心意了？小孩子，别胡说。难道是你有心上人了不成？是谁啊？没有，不许胡说，快回去休息。你明天不许乱跑，不管去哪里都让人陪着，听到没有？切，我又不是小孩子。听到没有？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第2天，姐姐，我知道了，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你就别担心我了。是啊，小姐，少爷不会有事的。倒是你，我可是听说二小姐今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今天你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不能被二小姐比下去了。小姐，今日想要穿什么衣服？这件还是这件？之前苏志哥哥不是送了姐姐一个流光纱的裙子吗？快给姐姐拿来。不用，随意些就是。荷香，还不快去！哇，姐姐美极了，一会儿一定把那个云清然给气死。荷香和云峥送云洛生出去的时候，果然让云清然看直了眼睛。好巧不巧的，云清然今天也穿了一袭白裙。小女云洛生
见过皇后。小女云清然见过皇后。原来你真的是云洛生？不会吧？难道我二哥是眼瞎了？好好的一个大美女不选，要选一个丑的？思雨，不得无礼。知道了，我就是不敢相信罢了。来人，备茶。皇后娘娘，我也要喝茶，我还要吃桂花糕。好，思雨。我就单纯的想跟在美女姐姐身边，听说和漂亮的人在一起也会漂亮许多的。你呀，洛生长大了，确实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也必然是一个绝世美人。皇后娘娘过奖了。这位就是云清然吧？是。听闻你和二皇子也是十分熟悉。回皇后娘娘，我和二皇子之间并非外界传言的那般。哦，是吗？你们年龄相仿，能聊得来也很好，只是聊什么怎么聊，你们年轻人也应该知道分寸才是。皇后娘娘教训的是。啊，对了，今日是喊你们来赏花的。来人啊，把雪兰送上来。这雪兰着实是漂亮。洛生啊，你要是喜欢，便带回去养在院子中。多谢娘娘厚爱。这雪兰想必是皇上和皇后娘娘的心爱之物。洛生最怕的就是夺人所爱，若是别人喜欢的东西，洛生是无法接受的。你放心，别人喜欢是别人的事情，只要是你喜欢，本宫都可以送给你。多谢皇后娘娘，洛生真的不希望夺人所爱。你母后，您叫儿臣来是有什么？莫白，今日雪兰开了，本宫想着让你来看一看，陪本宫聊聊天呢。嗨，二哥，你终于来了，我正想要问你呢，你是怎么想的？这位美女姐姐这么漂亮，那云清然比不上啊，你是看不明白吗？思雨，洛生姐姐可是你二哥的未婚妻，你这样说，若是洛生姐姐真的生气了，二哥可是要拿你试问的。皇后娘娘，其实今天洛生来赏花，还有一事求皇后娘娘。我知道二皇子和妹妹是两情相悦，奈何当初皇后娘娘和母亲当年因为玩笑一说，便让别人误会我和二皇子之间有婚约。今日承皇后娘娘恩情，能来赏花，洛生也希望皇后娘娘收回当年的婚约一说，成全妹妹和二皇子。他心里是喜欢云清然，但是就算是退婚，那也是要他来退婚，居然被云洛生抢先了，还被他退了2次。二皇子也是天之骄子，喜欢一个人也不至于不承认，更不至于纠缠别人，所以我相信二皇子会说明的。当真？皇后娘娘，我和二皇子之间没有什么。莫白，母后，儿臣和云家大小姐的婚约本就是玩笑，儿臣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本就不需要退婚一说。洛生，你当真要本宫收回婚约？皇后娘娘，当年我娘和皇后娘娘能成为朋友，是云家和苏家的福分。若是我们当真把当年玩笑的婚约当作福泽，只怕是恩宠过重，求皇后娘娘收回。好，既然你们都这样说，那这婚约便不作数。谢皇后娘娘。啊，那不是四哥吗？四哥今日也进宫了。安君临，四哥。思雨，见过四皇子。四哥，你今日进宫是有什么事情吗？这就要去见了父皇，递交边防换营的事情。那你等等我，我好久都没有见你了，一会儿我和你一起走。你在这里陪陪他们，我先走了。不行，美女姐姐，你劝劝四哥和我们一起走。啊！他撞在安君临的胸口，安君临下意识地抱住了他，云洛是连连后退，冒犯了四皇子。啊，美女姐姐，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没事。啊，四哥，我不管，一起走，一起走。思雨，我还有事，你先陪着云姑娘，父皇该着急了。啊，四哥，你别走啊！皇后娘娘到。思雨，又闹什么呢？皇后娘娘，你拿来什么礼物？皇后带来了给云洛生和云清然的礼物，皇后还专门给云洛生送了一个碧色的玉佩，多谢皇后娘娘赏赐。这是赏你的，居然是一个乌木的发簪。这两个人的待遇差别太大，分明就是说云清然在皇后眼中宛若草芥一般。多谢皇后娘娘。趁机抓住她腰间的玉佩，藏进自己的袖子里。你没事吧？我没事，都怪我不小心冲撞了姐姐。
姐姐，你还好吗？没事。当几个人走到湖边的时候，一声脆响，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吗？姐姐，皇后娘娘赏你的玉佩呢？我的玉佩不见了。姐姐，你真是太不小心了，都怪我刚才太疏忽了。姐姐，这可是皇后娘娘送给你的玉佩啊，这怎么就掉到湖里了？这可怎么办啊？云落生，这可是母后很珍惜的玉佩，你却不好好收好，还掉到了水里。是啊，怎么会掉下去呢？姐姐，这么冷的湖水，你不会要自己跳下去找吧？让我看一看。姐姐啊，美女姐姐，不要跳啊！云落生，你跳下去吧。云落生并没有跳下去，反倒是不着痕迹地撞了云清然一下。云清然坠入湖中，惊起了巨大的水花。妹妹，这玉佩掉了，我自己找就好了。你怎么跳下去了？你若是当真找不到就上来，还是我自己下去吧。身边的安莫白居然跳了下去。清然，你没事吧？我没事，姐姐，对不起，我没有帮你把玉佩找到。云清然果真是好手段，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能顺着自己的话说下去。没关系。姐姐，你说什么？你怎么会说没有关系呢？这可是皇后娘娘送你的玉佩，我都跳下去帮你去捡了，你却说没有关系。没关系？母后赏你的玉佩，你却说没关系，还要清然跳下去？皇后娘娘，姐姐不是故意的，请皇后娘娘开恩，不要惩罚姐姐。姐姐可能是没有想到皇后娘娘送的玉佩的深意，所以才没有在意，但是绝对不是故意的。你知不知道这玉佩母后十分在意，赏赐给你，你却弃若草芥。皇后面色微微有些阴沉，似乎有些不悦了。好一招落井下石啊！没关系，是因为玉佩根本就没有掉下去。玉佩没有掉下去，掉下去的是前2天表哥送我的莲花玉佩。皇后娘娘送我的玉佩在我袖子里收着呢，她千算万算，没有想到云落生居然带着的不是皇后娘娘送的那一块玉佩。妹妹真是辛苦了，只可惜辛苦一场，什么都没有捞到，什么都捞不到。云清然咬牙，可怜自己机关算尽，却没有想到云落生如今这么警惕了。美女姐姐，还好你刚才没有跳下去呢，不过你的玉佩掉了，也着实是可惜。你掉的玉佩是莲花的吗？是表哥送的。你别难过，你先去门口等我，我已经让人准备好马车去送你了。我去拿我的莲花玉佩送给你。不用了，公主。不行，你去门口马车上等着我。哦，是你，四皇子安君临。云落生的脸突的一红，见过四皇子。四皇子，方才是公主说准备了马车要和我一同出宫，只是没有想到上错了马车，多有唐突，还请四皇子见谅。云落生就准备出去，一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摆。你没事吧？多谢四皇子，我没事。马车又是一阵晃动，安君临抓住他的手腕。多谢四皇子。云落生连忙下了马车。姐姐，你怎么会从四皇子的马车上下来？你拒绝了本皇子的婚事，原来是另谋高枝。四弟，你可不要被这样的女子给骗了呀！云姑娘不过是上错了马车。哼，四弟，这样蹩脚的借口你也相信吗？她不过是故意引诱你罢了。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子，你还是离她远一点的好。水性杨花的女子都看不上二皇子，那二皇子是什么呢？你四弟，你还要护着这个贱人吗？二哥，多谢四皇子。姐姐，你当真不和我们一起走吗？晴然，这种女人你还关心她干什么？她毕竟是我的姐姐。清然呐，你就是太善良。善良？他实在是担心云落生留下来和安君临一起，这只会让他更加的嫉妒。不必了，四皇子会送我回去的。一语惊人。什么？妹妹是觉得四皇子府邸和云家并不顺路啊，不如姐姐和我们一起走吧。本皇子果然没有看错你，你就是水性杨花。我们走。多谢四皇子。若是本皇子刚才拒绝你呢？四皇子没有拒绝洛生，所以多谢四皇子保全洛生颜面。时候不早了，思雨性子热闹，忘性大，说不准这会儿已经忘记了。本皇子送你回去吧。时候不早了，的确，这会儿天色已晚，
前世就是这个时候云峥遇刺的，若是自己再不回去的话，只怕是……那就多谢四皇子了。云姑娘是有心事？没有，只是着急回家。云洛生看向安君灵，一个抬头，却发现安君灵正在盯着他。云洛生只要是一看到他宛若星辰的眼眸，就会忍不住想到前世他为自己倾其所有，甚至为自己惨死的样子。眼眸之中满是心疼，仿若隔着他心疼前世的彼此。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男人。云洛生面色一红，马车猝然停下，剧烈晃动起来，腰间一紧，被安君灵抱住。爷，云府已经到了。这连浩轩的眼珠子在两个人身上假想飞飞。安君灵一个横眉，那个什么，云府到了。知道了，失礼了。多谢四皇子。云洛生如坐针毡，急急忙忙下了马车。云峥！不，他不能承受再次失去云峥。姐，你没事？那些血……按照你之前所说的，我们已经布置好了陷阱，果然这些杀手都被抓住了。不过这些杀手十分的有骨气，有几个已经干脆抹脖子了。墙上的血是别人的，还好。姐姐，你真厉害，幸亏你让我提前准备了毒烟，不然这些刺客身手不凡，我还真打不过呢。少爷，都是我不好，连累了少爷。怎么回事？这些人是被抓住了，但是还有一个刺客是最后冲进来的。少爷为了保护我，被砍了一刀。没事，姐姐，只是一点小伤而已。快找大夫给少爷包扎。是。对不起，我还是没有保护好你。姐姐，你说什么呢？如果不是你的话，怕是我已经没命了。可是，姐姐，你是怎么知道今天会有杀手来的？前几天附近有盗窃案，我只是听说最近不太平，所以提前让你们准备。不好，河乡有难，可恶，已经严密部署，居然还是有漏网之鱼。小姐，少爷，放开那个丫鬟！你们要对付的是我，否则也不会一个一个的奔着我来。既然如此，就放开那个丫鬟，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动手。不过就是一个丫鬟，你想交换云峥，尽管动手好了。不要妄想骗我，如果你真的不在乎，就不会跑出来。你这个贱人，还想骗我？不要！云洛生下意识的转身抱住云峥。你爷，您没事吧？刺了过去。你怎么样？多谢四皇子相救。爷，杀手被抓住了，说是谁派你来的？打死我也不会说的。是啊，死有什么可怕的？这世上多的是比死更可怕的事情。杀手发出惊天的嘶吼，云峥是我弟弟，为了他，我能做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水刑、烛刑、风刑、虫刑，这世上有太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你确定想要试一试吗？还不快说！胡说！是四皇子派我来的。四皇子是边城军，忌惮京城护卫军，两军相争，四皇子不敢直接对付苏家人。云峥是苏家的亲戚，又不是苏家人，深得苏家重用，杀了他是最好的选择。荒唐！你说你是四皇子派来的，那你可有证据？当然有，这块玉佩就是证据，就是四皇子给我们发布任务的信物。当年就是这个玉佩让云洛生对于这件事深信不疑，他一直以为就是安君灵派人刺杀云峥的，但是现在云洛生只觉得可笑。你别说，还真是爷您丢的那一块玉佩呢。哼，你是说本皇子指使你的，可是你却连本皇子都不认识。到底是谁派你来的？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快说！是，你说，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杀云峥的？你不许死！云小姐，他已经死了。云小姐，你别难过，虽然这家伙已经死了，但是从他的出手和装扮上，还是有迹可循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是谁要刺杀云峥？连浩轩有些欲言又止。安君灵轻轻点头。这刺客的身手举止看起来并不像是安圣国的人，而是颇有些枫林帝国刺客的感觉。他是枫林帝国的人？如果想要确认他是不是，撕开他的衣服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枫林国枫家的图腾，他是枫家派来的人。枫林帝国的人怎么会刺杀云峥？
他不过是苏家军下无名无姓的一员，从未进入战场，和风林帝国没有任何联系啊。这一切恐怕要等他醒来之后才知道。爷，您的伤口没事吧？四皇子不碍事。还说不碍事？你的血就没有止过？这会儿只怕大夫已经走了，说是四皇子不嫌弃，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属下这里有药，爷您先服下。云洛生低着头，专心地为安君灵包扎。雨越来越大，连浩轩和安君灵只能暂时留在云府。夜间，云洛生悉心照顾云峥。当年云峥遇刺丧命，他在大雨之中哭了一夜，昏迷之中面容被毁。后来他才知道是云清然做的好事。现如今，小姐是文静，他早该想到的，只是不敢相信真的是他动手。当年他昏迷的时候，就是文静照顾自己的，第二天他的面容就被毁掉了，就是云清然指使的。对不起，小姐，我也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二夫人就会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出去。文静吓了一跳，文静，我真的没有想到是你，小姐，何香。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了。小姐，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你就让我死了吧。文静，小姐对你这么好，你到底是为什么背叛小姐？我对不起小姐，但是我是有苦衷的。那你也不该这样对小姐啊！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何香，你就别问了，你让我死了吧。你若是连死都不怕，还怕把真相告诉我们吗？文静，你誓死保护的秘密，你觉得如果二夫人知道你的背叛之后，还会为你保守吗？对不起小姐，我一直被二夫人指使，暗中做出一些伤害小姐的事情。在我的饭菜里下毒，让我不能参加及笄之礼。文静没有想到小姐早就知道了。我想知道的是，她拿什么要挟了你，让你放弃这么多年的主仆之情，甘愿为她马首是瞻？那一夜我醉了酒，被二夫人房里的小厮给……后来这件事被二夫人给撞见了，他们就以此为要挟，要我为他们做事。如果我不做，他们就把那一夜的事情给说出来，毁了我。什么？这个二夫人太过分了！你是如何喝醉的？就是那日少爷离开，我心里舍不得，就多喝了2杯。有人陪着你吗？是清然小姐身边的丫鬟红玉和我一起，然后我就……那红玉平日都不和你往来，怎么会陪你喝酒？只怕是对你动了什么手脚才是。第二日你撞到二夫人，只怕这是一切安排好的。是谁？是二夫人府里的小李、周阳，还有……何香愣住了，不敢置信地看着文静。原来这件事牵扯这么多人，刘氏果然是心狠手辣，居然用这么残忍的手段。他们让我杀了小姐，我根本不愿意，但是又不敢不从，所以今天是受清然小姐的命令来毁掉小姐的容貌的。我想着，若是小姐真的容貌被毁了，说不定他们就不会再针对小姐了。文静啊文静，你怎么这么傻啊？何香，带她下去。小姐，文静对不起您。外面已经露出了白色，这漫长的一切在雷声和暴雨之中总算是过去了。红玉，文静还没有来吗？回小姐，没有。过小姐，方才我去云洛生的院子里的时候，看到了皇室的马车。昨天是四皇子送云洛生那个贱人回来的。如果是四皇子，那岂不是说明他昨天一夜都在云洛生的院子里？小姐，昨天大雨，许是因为大雨耽搁了呢。确定是四皇子？应该是。那就太好了。还记得上一次文静所说吗？云洛生以为自己用一些手段散布一些谣言就能毁掉你的清誉，娘已经找到了幕后之人，就是等着你们回来告诉老爷，今天四皇子在，正好。娘，你的意思是今天我们就能扳倒他了？可是你也知道爹很看重他。老爷是看重他，不过老爷更看重云家，若是查出这件事当真是云洛生做的，老爷也不会轻饶了他。小姐，清然小姐来了。她怎么来了？我也不清楚。姐姐来找我有何事？我就是来看看姐姐。妹妹说是来看我，
但是自从进来之后，你的眼睛可是没有在我身上停留过。你是来看什么人的，你我都心知肚明。姐姐这是说什么话？我根本听不懂。妹妹只是关心你。云清然，你来，我配合你演一场。但是你要是没完没了的玩什么姐妹情深，本小姐就不伺候了。我知道昨天是四皇子送你回来的，我来的时候也看到四皇子的马车。昨天雨大，四皇子留在你的院落里，这也不算是什么。不过今天要是云家还不恭迎，这就是怠慢了。你还真是为云家着想。那是自然，爹最注重的就是云家的和睦。我知道了，那就请姐姐把四皇子请出来吧。就在那个房间，你自己去请吧。四皇子，请进。四皇子，是我爹邀请您过去，昨天怠慢了。无妨，你没事吧？是你。四皇子，爷已经知道了，一会儿就过去，不用你来啰嗦，你先回吧。云洛生，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四皇子，请。不知四皇子大驾光临，实在是怠慢了，还请四皇子见谅。暴雨留人，不必在意。是，四皇子，云家准备薄酒和饭菜，还望四皇子不要介意。无碍。三少爷还没有来吗？今天是四皇子在，三少爷这样可是让云家难堪呢。云长本就是武人性格，不爱这些，何况他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二娘这话未免不妥。关于昨晚的事情，云洛生暂时隐瞒。安君灵虽然不明白，却也不愿意戳破。哎，云雷呢？怎么云雷也没有到？云洛生知道他们的手段，却不动声色。安君灵看向云洛生，只觉得他更加有意思了。爹，我回来了。不是早就跟你说让你早些来，怎么还是这样没有规矩？爹，我是为云家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什么事情？老爷，您还记得那些画本的事情吗？什么画本？就是先前编排清然和三皇子的那些画本。当初说这消息是从我们云家传出去的，让云家也蒙冤。这段时间云雷一直在外面调查，今天看他的样子，想必是调查出来了。一会儿再说吧。老爷，本来这件事确实不该在四皇子面前提起，但是这件事我们云家也是被陷害的。如今四皇子来了，不是刚好给我们云家做个见证吗？你们是啊，爹，当时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儿的清誉也受损，最重要的是还因此连累了云家。女儿心中有愧，不该被误会，但是那编纂之人才是最终的恶人啊。云洛生暗自冷笑，果真是一唱一和，一出好戏。爹，今日我已经找到那说书之人，已经把他抓来了，刚好趁着四皇子这个见证，我们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做出了损害云家声誉的事情。我云雷一定不会放过他。洛生啊，你觉得呢？爹，这件事好不容易已经平息，女儿认为不应该再旧事重提，否则又会让尘埃四起，云家蒙尘。姐姐这话就不对了，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我们不该抓住这幕后之人吗？姐姐这样说，难不成要包庇什么人，还是自己做出什么事情不成？你这样说就是怀疑我。姐姐不要这样说，妹妹可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姐姐你处处阻碍，难免让大家心中怀疑罢了。洛生，这云雷已经抓到说书人了，幕后指使的人也会一并被揪出。你我都是云家的人，这样好的为云家抓住恶人的机会，你不会放过吧？云洛生，你不敢了吧？云雷，注意分寸。本来就是。爹爹，今天这人我已经找到了，还有四皇子做见证，这样的机会他却推三阻四。哼，如果不是包庇什么人，那就是这件事是他自己做的。够了，越是有四皇子在，你们越是要丢尽云家的颜面，是不是？爹，今天有四皇子在，洛生本来想这是云家的家事，不便外传，不想议论此事。但是二娘他们执意要揭开这件事，洛生也请爹趁着这个机会彻查此事。老爷，你看，洛生都同意了。今天这件事虽然是云家的家事，但是四皇子代表的是皇室，这件事儿还请四皇子给我们做个判断。好，本皇子答应主持公道。这就是那个说书先生，是被云雷教训过了，莫非是屈打成招？你放心，我云雷绝对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只要他今天说出实情，我也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出云家。说，到底是谁指使你做的这件事儿？回夫人，真的没有人指使我。你还不说实话？你可知道这座上的是谁？
那可是四皇子，你今天不说出事情，不光我云家不会放过你，你还犯了藐视皇室的罪名。小的不敢呢，但是真的没有人指使小人。当天晚上小人回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人在传阅一些纸，上面虽然用的是化名，但是小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就用来说书，谁知道引来各种打赏，所以小人才会继续说下去。你是说你看到别人传阅的这件事？听闻是云家附近散落的，小的花了一些银两给买了回去，整理成了画本。你这蠢货，来之前怎么不问清楚啊？没有确凿的证据扳倒云洛生的话，我们都白动干戈，还会让你父亲不高兴。娘，只要审问清楚，一定能揪出幕后主使。只要你确定是云洛生干的，今天这云洛生就别想要摘干净。这件事不是他还能是谁？娘你放心，只要是他做的，他就跑不掉。爹，我看这说书人也不过是一时贪财罢了，打了几棍丢出去吧。不可，洛生，这才不过审问了2句，你就要把人给放回去，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二娘，你也听到了，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既然有人传阅，那总能找到证据。云雷，你不是说有证据吗？你不是说你买下了那些手稿？那些手稿呢？手稿啊，我带着呢。洛生，你敢说这不是你写的吗？这手稿二娘可曾看过？我还没有看，你就说是我写的。二娘这证据也真是厉害了。姐姐，娘只是怀疑你，你也不用这么咄咄逼人。是谁写的，交给爹爹定夺就是。你说这手稿是你在云家捡的，这么巧，今天就带在身上，该不会是和某些人一唱一和吧？小人不敢，今天四皇子也在，小人以全家人的性命起誓，如有半句谎言，叫我天打雷劈。洛生，你不必吓唬一个穷说书的，他能有多大的本事伪造证据不成？事实就是事实，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必然是有迹可循，是怎么甩都甩不掉的。也就是说，这说书的所言句句属实，不可能有假了。那是自然。云虎一看着眼中的手稿，面色开始一点一点的阴沉了下来。今天是四皇子在，若是有人当真损害云家名誉，家法是少不了的。二娘说的自然，不过若是有情可原呢？有情可原，无论如何，此人已经做出这样十恶不赦的事情，就该家法处置，至少50板子。50板子会不会太多了？当然不会，这样的事情别说是50板，就算是逐出云家都不为过。洛生，事到如今你还不说明真相吗？姐姐，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承认了吧。二娘这话，洛生真是不明白。来人，上家法。是，老爷。洛生，你赶快求求老爷吧，你若是求饶，说不定老爷还会放过你。是啊，姐姐，不要执迷不悟。姐姐，你快认错吧，只要你认了错，爹爹就不会罚你了。还不动手？几个下人一个哆嗦，上前一步抓住了云清然。爹，你们抓错人了啊！你们怎么回事？云洛生在这里，真该好好看看你的宝贝女儿做出的好事，还想要推到洛生的身上。这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是清然写的？不，这不可能。爹，这不是我写的，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的。一定是你这个下三滥的混账东西，传到别人来陷害我。小人不敢呐。刚才二娘不是说了，她不过是一个破说书的，哪有什么本事伪造证据？她自己也对着四皇子起誓了，不敢作假。就算不是他做的假的证据，说不准是别人。别人？这个别人还真是用了心思啊，故意用云清然的笔记做证据，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场。他怎么能确定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呢？怎么能确定云雷能抓住这个人？怎能确定今天会有四皇子来坐镇？怎么能确定云清然的笔记就会被当场认出来呢？老爷，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知道，这样的事情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做不出来？难不成有人真的布了一个大局，撒下一张没有漏洞的大网，故意陷害他不成？老爷，这字迹完全是可以模仿的，除了这些，我们还有别的证据，这纸也必然是有迹可循的。只要查到用的纸张是谁买的，谁用的，不就知道了吗？娘，不要说了。清然，你难道就任由这样有心之人诬陷我们吗？
娘，老爷，只要查出这纸是谁买的，一定就知道了。求老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不，娘，不要说了。清然，娘，你别说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就当做是女儿做的吧。清然，你胡说什么呢？姐，你说什么？你这是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你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送啊！爹，娘，这件事虽然不是亲人做的，但是别人用心歹毒，模仿了亲然的自己。亲然不想这件事闹大，也不希望四皇子再为这件事烦扰。妹妹，你这话就不对了。既然你一口咬定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何不解释清楚？既然二娘已经说好了去查这张纸，你又何必阻拦呢？这件事就当做是亲然做的吧，亲然不想追究了。当做？妹妹这话说的稀奇，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是妹妹没有做，还怕追查吗？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有心人陷害，我只是不想追究了，我顾全云家的颜面。好一句顾全云家的颜面，不想追究了。如果你当真不想追究，就不会专门请来四皇子做见证，还找来这个说书人。说到底不过是证据确凿，无力反驳了。不然就算是查一查这纸的来源，你不是应该最支持的吗？姐姐，你就任由别人把屎盆子扣你头上不成？这屎盆子也是你们自己扣的吧？你清然就任由别人陷害吗？妹妹，这纸还要不要查？若是查到最后又查到妹妹头上，那就不好看了。不如现在承认了吧。好，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做的。你们请四皇子来断这件事情，最后却发现是你们云家自己做的，真是好笑。以后这样的家事就不要劳烦我们爷了。不得无礼。是爷。亲人自知有罪，求爹爹处置。家法处置。是老爷。等一下，老爷，清然这样的身子，如果挨了板子，怕是受不住啊。什么？你刚才不是还说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必须家法处置吗？哼，别是为好记性。二娘不光是说过应该家法处置，自己还亲口说过必须打个50大板。别说是50大板，就算是逐出云家都不为过，不是吗？家法。云倩然就这样硬生生的挨了50板子，每一板子都发出巨大的声响。云落生冷漠地看着云清然，冷漠地看着刘氏和云雷，看着他们机关算尽之后的绝望，自己内心的叫嚣的复仇小兽慢慢地平息了下来。云清然白眼连连，几乎虚脱。清然的，云家家教不严，脏了四皇子的眼，实在是羞愧啊。云家严于律己，不藏污纳垢，云清不用自责。四皇子海涵。多谢四皇子。谢我什么？云落生的心跳加快了几分。云中的事情无需多言，我自有打算。爷也是倒霉，过几天就要狩猎了，你这手也不知道能不能好。好轩，哦，知道了爷。令弟招惹了枫林帝国的探子，必然有原因，你一定要问清楚，以免再生事端。是，多谢四皇子提醒。你是一个聪明人，本不需要提醒，只是安君灵有些欲言又止地看着他，被他不经意触碰的面容好似被一道火焰灼烧一样。恭送四皇子。等到安君灵的马车走远了，云落生还目送着，总觉得似乎是遗漏了一点什么。小姐何香，少爷醒了。什么？姐姐。云正。姐姐，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就是小伤而已，不碍事的。姐姐，我听说你也受伤了，你没事吧？少爷还说呢，小姐没有被歹徒伤到，倒是自己被自己摔倒了，身上没有伤口，都是摔伤。不过有四皇子在，紧紧抱着小姐，都不愿意撒手呢。何香，好，小姐，我瞎说的。这么说起来，是四皇子救了你我，看来要好好感谢他才是。这件事就不劳你担心了，我还有事想要问你呢。你如何认识枫林帝国的人的？啊，姐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认识枫林帝国的人呢？我不认识啊。你不认识？怎么了，姐姐？昨天晚上袭击你的人就是枫林帝国的人，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姐，我真的不知道。姐姐，你到底怎么了？这件事你先不要说出去，在云家也是不安全。明天我就送你去舅舅那里打听清楚。这件事没有弄清楚之前，你不要擅自离开军营，听到没有？是。
如果表哥知道我们去，不知道多高兴呢。他可是偷偷念叨你很多次了。你不要给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认真的呢。知道了，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不行吗？姐姐，那过几天的狩猎你也一起去吧，表哥每年都是第1名哦。今年听说几位皇子也要参加比赛，如果是第1名，皇上还有奖呢，说不定就会为你和表哥赐婚呢。你还说？哎，我知道错了。你看你也不小心一点，不许闹了，赶快休息。我知道了，姐姐。庆然，你没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你是不是疯了？够了，你们以为我愿意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这一切都是云罗神早就计划好的。我知道，一定是这个贱货，但是他一定会露出马脚的。只要找到那纸张的来源，还是能把他给揪出来。只是我们自己的纸。怎么可能？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做的，就算是，到时候我们3张嘴，他1张嘴，我们就一口咬定就是他的纸，又能怎么样呢？娘，那张纸是永和堂的纸，我让红玉买毒药，包制毒药的纸。什么？你是说给云洛生下毒的纸？庆然，你说的是真的？当时我看到那张纸，就知道云洛生早就计划好了一切，不光是模仿我的笔记，用的纸也是我给他下毒的纸。如果这件事继续调查下去，我们买毒药的事情就会被揭露，到时候纸是我买的，字也是我的字迹，我就算是100张嘴也说不清了。难怪，幸好当时没有继续追查下去，不然我们就落入了云洛生的陷阱。是我们低估了云洛生，这件事只怕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好一个云洛生，太可怕了！他不光是准备好对付我们，甚至还准备好了忘权的计划。不管我们怎么做，都逃不出这个计划。姐姐，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去查这纸，只能认罪；如果去查，反而会牵扯当初给他下毒的事情。不管我们走到哪一步，我们都逃脱不了他的计划。是，他是怎么拿到你的字迹和纸的？我也不知道。今天文静还没有回来复命，也没有毁掉她的容貌，一定是这个贱婢出卖了我们。一定是这个贱婢！娘，女儿不能白白受了这个委屈啊！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她好过的。娘，你有什么打算？文静不是有把柄在我们手里吗？这丫头能翻天不成？你放心，只要她还在云洛生的身边，我就自有办法。好，娘，你一定要为我报仇！报仇？文静，你想要报仇？如果不是二夫人他们，我也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伤害了小姐，我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既然这件事已经被拆穿了，我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报仇，大不了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仇是一定要报的，不过不能同归于尽。你放心，这几日你就好好休息，我回来自有打算。小姐，下去吧。文静，你先下去吧，小姐还要给少爷收拾行李呢。小姐，你还是怨恨文静吗？她也是迫不得已经历了那样的事情。我不怨恨他，但是却无法原谅。我明白小姐的意思，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寻求小姐的帮助，反倒是做出伤害小姐的事情，这是事实。姐姐，苏志哥要是知道你去，一定会很开心的。云峥，这样的玩笑不许再说了，在云家也就罢了，若是在苏家还这样说，会给表哥造成困扰的。什么困扰啊？苏志哥哥知道你退婚了，不知道有多高兴呢，他巴不得你一直困扰他呢。还说，哎呦呦呦，这么凶，也不知道苏志哥哥看上你什么了。嘿，你这莽莽撞撞的，这是做什么呢？哟，二娘，今天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洛生，我今天是为清然给你道歉的。那倒不必，妹妹已经挨了50板子，想必已经知错了。听说云峥就要走了，云雷我是舍不得，老爷也舍不得呢。这不，老爷让他在家里多住几天。是啊，云磊在苏家军中本来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早去一天晚去一天也没有什么。云峥就不同了，在苏家军内太受重视了，爹爹自然不敢多留。对了，我怎么不见你房里的丫鬟？本来还想着让他们去帮帮忙呢。你也知道，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操劳，府里的人根本不够用。二娘辛苦了，不过就算二娘再怎么操劳，也不该来我院子里找人。你说万一不小心找错了人，事情做不好就算了，还连累了二娘，就不好了。你看，那是我唐突了，这些礼物是清然给你赔罪的，之前的事情就算了，希望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毕竟都是为了云家。二娘说的是，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你把文件叫过来，我有一些事情要单独叮嘱他。是，到时候你怕是免不了要吃些苦头，你可愿意？为了小姐，文静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只要熬过了这道坎儿，那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撑到我回来，不管发生什么，这2天注定不安宁了。云正，你这回去2天就不行了，变成瓷娃娃了不成？捏一下就会碎啊！云正，你别说，回去这2天你脸都白净了。你说你回来还有马车，你咋不用花轿啊？真是矫情！少校来了，苏轼哥，你小子，表哥，阿生，苏轼哥是不是很想我姐姐呀？今天我让姐姐来这里，算是立功了，是不是？臭小子！哎，苏轼哥，我身上可有伤呢，你别动手动脚的。表哥，云正这小子平时总是没大没小的，要是表现不好，你可不要手下留情。他在我手里吃的苦还真是不少，那嬉皮笑脸的性子总也改不了。唉，毕竟是小孩子。是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大。表哥，今天我来找你，其实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说不方便。跟我进房间。阿正，你刚才说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云峥，把衣服脱下来。云峥解开衣服，露出后背的刀伤。这是怎么回事？他回去的时候好好的。表哥，你别着急，云峥不是在军营之中受伤，而是回家被刺客所伤。刺客？而且这刺客居然是风林帝国的人。云峥在家的时间不多，就算是结仇，我想着也是在军营这里，所以我才来专门找你。阿胜，你的意思是军营之中有可能？一定是这样，不然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那风林帝国的人在后腰处有一处图腾的纹身，只要是脱掉他们的衣服，这些人就能抓住，而且事不宜迟。姐姐，你的意思是军营之中有风林帝国的细作？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以为被你发现了，或者你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才会被追杀的。只是你这个榆木脑袋，一问三不知，根本想不起来你做了什么，还是要靠表哥想一想才行。让我想想，这个月大家都是一起训练，云峥没有单独出去的机会，我相信云峥也不会违反纪律，自己偷偷跑出去才是。苏轼哥，姐姐，我绝对没有单独行动，就算是云雷硬拉着我去洗澡，我都没有去。这几天这么热，大家都偷偷跑去附近的湖泊里洗澡，我都是硬忍着的，我都快痒死了。你说云雷跑出去了，去洗澡？如果是洗澡，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现了对方的身份。军营之中确实有新来的人，未曾一起沐浴，不过他们偷偷跑出去洗澡这件事，我却毫不知情。不管别人有没有发现，一旦一起洗澡，他们的身份就有暴露的可能，所以不管对方有没有发现这件事，他们都必须要杀人灭口。云峥，你当真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姐姐，苏轼哥，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去，他们也不敢一块儿去的，就怕被苏轼哥给发现了，所以都是一个一个偷偷跑出去的。有谁去了？本来是孟林和上官爵带着几个人去了，后来云雷也去了，还有……认真想一想，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写下来。云洛生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去的是云雷，可是为什么被刺杀的是云峥，而不是云雷呢？应该就这些了。少校，不好了，打起来了！少校，这几个人偷偷想要溜走，被我们抓住不说，居然还动手。少校，我们只是出去办件事。苏轼看向这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在刚才云峥所列的名单上。说，你们来苏家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少校，我们真的是有事出去，没有别的意思。怎么会是他？难道……袁洛生低声对云峥说了几句。你们几个人那天偷偷跑出去的事情，我已经告诉少将军了，你们几个老老实实的把那件事情说清楚，再走也不迟啊。苏少校，好灵通的消息啊！九皇子的消息也很灵通啊。你怎么做到的？刚才我故意教训这几个人，然后绕到了你的身后。我姐姐说你是风林帝国的九皇子，刚开始我还不相信呢，但是现在我信了。你姐姐？如果不是看到风无尘，云洛生怕是也被这些伎俩给蒙骗过去了。前世他和安墨白大婚的时候，风无尘代表风林帝国前来送贺礼，所以他见过一次。什么？他是风林帝国的九皇子？他不是上官爵吗？怎么会是风林帝国的九皇子呢？难怪他刚才告诉我家出事了，让我离开，就是为了引开少校的视线。差点被他算计了。九皇子，你潜入军营刺探安胜的消息，这几个人怕不过是你的障眼法，你的人应该已经偷偷的溜走了吧？被你们看穿了，不过没有关系，我的人已经走了。恐怕你的人走不了了。舅舅，罗生，多亏了你的消息，不然真的就把这些人给放走了。
九皇子，还是赶快放下手中的匕首。说到底，我表哥不过是一个少校，就算是你动手，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可是我弟弟还是个孩子脾气，如果伤了九皇子就不好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就算是苏志不过是一个少校，但是你在乎，苏荣在乎，你们所有人都在乎，这就够了。两方对峙不下，谁都不肯认输。把我的随从都放了。你先放了我苏志哥。如果不放了我的随从，别怪我不客气。你试试，看看谁的匕首更快一些。九皇子，你来苏家军不过是打探消息，就算是被俘虏了，不过是换来一些无伤大雅的封地。但是如果九皇子今天真的动手了的话，那就不是被俘虏这么简单了。你这丫头倒是有意思。好，就如你所说。哎，小子，还不赶快放开我！云洛生给了云峥使了一个眼色，云峥这才松开手臂。谁知风无尘一个抬手扭住了云峥的手臂，一脚踢在云峥的后背上。云峥，本来如果不是你们就不会穿帮，这小子大难不死还敢要挟，给他点苦头试试。你会后悔的。小丫头，你能把我怎么样？云洛生取走苏志的长剑，走到风无尘的面前。怎么，你想杀我？你真的敢杀我？阿生，不可以，他不管怎么说也是枫林帝国的皇子啊。姐姐，不能对他动手啊！洛生，不能冲动！表小姐，不要啊！九皇子的侍从窜逃而走，拒不受捕。混乱之中被云峥拿下，几人被拆穿，无言苟活，自残剑下。你，分明是你杀了他们！你给我等着，到时候我必然告诉你们皇上。哼，我杀了人是吗？谁看到了？你们看到了吗？众人默契的同时摇头。不敢杀你，本小姐还不敢杀你的侍从吗？死丫头！九皇子，我可不是什么善类，你若是放我一寸，我会让你血洒10丈。舅舅，这个人就交给你们处置了，我先带云峥去看大夫。府中军医马上就到，你们先到帐营之中休息。风无尘心中的情绪复杂，他从未见过这样嚣张肆意的女子，又恨又欣赏。你今天的举动差点把我和爹吓死了。我虽然想杀他，但是我也知道轻重，我现在不杀他，也不代表以后不杀他。不许胡说！这一次云峥吃了不少苦，说是九皇子再动他一次，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这件事还多亏了云峥，等到狩猎的时候，我会帮他请功的。那就多谢表哥了。云峥有你这个姐姐，真是幸运。还幸运呢，这一次差点没命。可是明明和他们一起出去的是云雷，为什么被刺杀的却是云峥呢？那天和他们一起出去的还有几个人，不过回来的只有这几个，想必就是用来背黑锅的。等一会儿我就去审一审。是啊，今天如果不是你的话，只怕那几个人真的被我当作戏做处理了。风无尘做事都是完全准备，如果不是被你认出来，应该就被他逃脱了。你是怎么认出他的？云洛生动作一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叮嘱，如果查到任何消息，一定要通知我。小姐，你要是走了，有人会伤心的。不许胡闹！真的，你要是走了，我们会舍不得的。表小姐这几天给我们买的好吃的，我们都吃习惯了。你要是走了，我们可真是习惯不了啊。那好啊，你们好好照顾云峥，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们，还给你们带好吃的。阿生，你不能多住几天吗？这可是军营，有女子在会扰乱军心的。我是回去有事情，这段时间就麻烦你照顾云峥了。啊，对了，我上一次做戎装的时候，让人帮你做了一套，等到狩猎的时候穿。多谢表哥。这次皇上说，如果狩猎第1名，重重有赏，到时候……云洛生忽然想到自己当时遗漏了什么。那天连浩轩说安君灵的手臂因为自己受伤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一次的狩猎。他记得前世这一次的狩猎，皇上给皇子封王和封地的，苏志他不用担心，实力很强，也是趁着这个机会被封为少将了。阿莫白用了一点手段，让皇上十分欢喜，安君灵也是因此封了京城附近的封地。